你衣橱的角落里，是不是总有几件衣服，即使不穿了，却始终留着，让你依依不舍？有些衣服当初买不便宜，丢了太可惜；有些衣服网购时很美丽，近看却一点都不满意；有一些衣服是一种动力，盼望有一天能够挤进去。无论什么理由，衣服摆着不穿就是浪费，为什么还留着？既然依依不舍，就来个时尚大改造。每一集的依依不舍将会有2位艺人化身为设计师，然后来一场时装 PK 赛，为已经不穿的衣服赋予新生命。咔嚓！首位参赛的艺人是陈炯江，对垒炯江的是陈楚环。我们的艺人呢，真的是勇于尝试哦，改造衣服哎，你们哪来的信心呢？哎，如果你们有在social media follow 我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呢，我是走在 fashion 的前端的。啊，是。那如果我不是艺人呢，我很有可能是个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曾经是个服装设计的学生。哇，太厉害了，我们找对人了哎。OK， 那我们每一集呢，将会为一位主角改造他那些已经不穿或者是不舍得丢掉的衣服。那2位呢，就要从他的衣橱里面选出你们想要改造的服装。你们2位各将会有一位又专业又资深的裁缝师，帮你们把你们的事迹呢化为真实。好，我们第1集的主角是米娅。第一次见。哇，马上来看一下啦。好。这边都是我的啦。哇，所以呢，你的衣服也没有很多，对，还有一些不要穿的更不舍得丢的吗？有，还有。对，或者是有些很有纪念价值，比较困难舍弃。所以你平时是怎么样的装扮？我要看有没有工作，我没有工作就长这样。好 ，OK， 好，非常休闲，非常自信啊。工作我们好奇，工作是我是手作平台老师，然后我也是教彩妆课，所以变成我教课的时候就要长得很像人，人模人样。对，所以通常我就会真的认真打扮。所以像我都会穿一些比较高腰身的，然后我尽量会选素面一点，因为我会挂一些。比较喜欢穿裙子。哦，对，我几乎工作都穿裙子，就是一件式的，你喜欢穿比较长，因为会觉得腿比较长的。有，穿短裤也行，真的很短，不要就是对，它真的很短，不然我们腿的抬肌有一点不太够，所以我通常会这样，但是我上面就会挂很多装饰品，像这个是我工作的时候的衣服，像这样。去化妆的时候或教化妆课的时候，我就会穿成这样，很有日本风格。对，因为我的彩妆系列比较偏日。豹纹哦，这个。哦，豹纹的很好笑啊！其实这件衣服哦，就是我丢不掉。你说这打扮也是蛮大胆的，对啊，是。我以前那个身低是很 V 的，后面是很 V 的这样。哇，看不出哎。所以你是不介意小性感啦？我不介意，对。因为如果有本钱 ，Why not？ 如果有本钱 ，Why not？ 没有本钱的话就先不要这样。对，这件衣服其实它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是台湾带过来的，还是在这边？这我在美国买的。这连我在我结婚wedding上都有穿。哇，对，还是因为你当时是相亲的时候，你穿这个去下一家？没有，我们其实是闪婚，我们也没有相亲。就我老公他就是去台湾玩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我是沙发冲浪客，就是我会接待来台湾玩的外国人，所以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带他去走走，所以我就这样子认识我老公。然后我老公呢，他认识我了以后，他就很坚持要娶我做太太，所以第2次去台湾就直接跟我提亲。对，他去我家提亲，然后我那个时候当个月是遇到2个人跟我求婚 ，2 person，够迷啊，太厉害了。哇，抢手
Come on man， 桃花运很强，会对，其实我们很招桃花，因为我们这种三八个性。所以你说你结婚也穿这件衣服啊？对，你老公没有婚礼上有用这件衣服。那你老公没有意见吗？他在的话可以，他每次只要我穿的很辣，他就会说你站过来一点。对，所以他就要站在我旁边这样。他说你站过来一点，那我就会站过去，他就会比较好一点。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拿出来让我们2位艺人设计师改造的呢？像这样子衬衫类衣服，我就真的变得非常少穿，因为现在没有在接待外宾，就不需要这么正式。这个很超大哎，这个是你老公的是吗？没有，现在都 oversize 啊。这个可以耶，这个。你看我们辣妹装有没有辣？我看到我以前就是穿这样走出去，哇，真的这么辣？但我这些都没有在穿，因为你知道不当辣妹很多年，收山了。所以你会对他们的设计有什么期望吗？适合我就好。我接下来就有一个就是婚礼要去参加，所以我想要可以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可以出去见人的。可以。OK。其实我在上这节目的时候，我是有点小紧张了，因为我在想要帮女生设计衣服是完全不是我的强项。我们刚才打开他的衣橱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他喜欢的衣服都这么的亮眼，这么的老。我可以拿吗？这件？怎么穿？哇！我觉得他们蛮喜欢性感的衣服。对。哇，你看这一套。哦。我觉得它的风格真的很多元化的，很难抓，真的。对。而且很多豹纹。这 OK 啦，简单的一件裙可能会比较容易改吧。所以如果这个他没有用过，然后也不懂要怎么去改的话，我们还可以来。可以啊。哎，是不是感觉好像我们2个在合作这样？你看我们有，你什么都我们有。当你知道你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能力的时候，当然要交一点朋友，对吧？好了。虽然我有修读过服装设计，但是我觉得 Desmond 还是会成为我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因为 Desmond 他对服装也是蛮敏感的，然后他对这一块也是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松懈。好了，2位听过了妮亚的故事之后，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一些构思了，对不对？就是豹纹，花艺。哇，你们真的把他的豹纹都拿来了，哎，这个是他结婚的，超压力很大嘞。他说 OK 咩？他说 OK。那因为他拿豹纹，那我想说，我来挑战一下豹纹。因为感觉他很喜欢豹纹，对不对？那其他的呢？其他的我就比较简单一些，简单的颜色啦，就比较单色的，黑色啦、白色啦、黑色的，这些是安全一点的啦。好，除了这些衣服之外，我们还会给你们更多的好料，给你们更多的选择。哇！我也太哇！你们可以从里面呢多找一些来作为你们需要的一些其他的布料。但是再次提醒你们哦，你们要选多少布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剪刀一剪下去啊，就是当你们这用了。如果你们剩的越多，浪费就越多，对不对？会影响你们最终的成绩。所以你们好好的做选择，需要才拿。不需要就别去动它。好啊，不打扰你们了哈，加油！希望你们明天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我们尽量。到时见。好，到时见。加油！哇，那衣服也太多了吧！豹纹，米娅，就是你的米娅。哎，豹纹，米娅，不是豹纹啦，这个不是老虎。可是你要做什么 design？ 你已经想到了吗？我应该会用那个豹纹，再加一些。黑色又或者白色的 ，OK， 所以是比较 basic 一些，优雅吧，有点野性跟性感，我是这个想法啦。可能我会用那个豹纹当我的 main OK， 我选好了。好，我也是，我就打算走黄色路线。我在修读服装设计的时候，我做的设计都是比较夸张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帮一个人，就 Mia 设计一件衣服，所以你还是要顾虑到你的对象是谁。这个对我来说挺新鲜的，因为我没有为人家设计过衣服。你还在想？啊？你还在想？对呀。哦，已经画好了。哎呀，我要画了。拍戏或者设计哪一个比较简单，哪一个比较容易？肯定是拍戏。想到了，我可能会用它这些蕾拆开来，然后把它放在它的尾端，给它有点小性感的感觉。衬衫我可能会用白色作为底，
把他的就是那个弄成订婚的那个衣服呢，把它弄成一个裙子。我就用这3个可以作为底。这个应该 Sarah 还是不是很明白你在讲什么？这个用不 OK。 Come on， 有 vision 的人，远见，设计。然后后面的屁股是露出来的。反正他去那 wedding， 他应该会坐下来吧？哎，You're right 啊，后面怎么办呢？那裤子。所以咯，你只想前面，你没有想后面。来，有请。哦。昨天有休息好吗？哇，没什么睡到了。我一闭上眼睛哦，就是想 design。满脑子的衣服是吗？真的。我还 OK， 我蛮期待的。放松。我没有很放松，我没有很放松，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裁缝师啊，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呢，只给你们10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改造，所以10个小时而已，感觉如何？10个小时，没有想到这么短。有把握吗？有裁缝师弄嘛，对吧？哦，哎，我们的裁缝师。对，我没忘。我们最重要的。OK， 看到你们眼前吗？这个工作台后面还有一个工作台。OK， 来，你们选好你们2位的工作台之后呢，我自然就会把裁缝师请进来。这些都上面的东西。对，他们工具是不一样哦，那个摆正也不一样哦。啊，那我去逛一逛，来看一看。研究一下，然后再决定要选哪一位。这个比较简单哦。哎，这个感觉器材蛮多的嘞，就是需要的更多是吗？我选这个。等一下，拿这个。我要这个。这个什么都不需要是吗？等一下，可能很有把握，没有，可能是制作组故意的。没有，这个是他们个人的，对啊，他们自己的。我觉得我看到他的 style 会比较 flow， 就比较随性，你知道我的。你拿去，我拿后面拿。可以吗？我拿，你确定了哈？啊，就这样。哎，可是他真的很多东西耶，设计，人家是有做好准备的，这个没有什么准备，没有做准备，比较随便。跟我一样。OK， 好了，马上有请我们的2位裁缝师。Hello。好了，2位的裁缝师也给你们送到了哈，来，赶快把你们的设计拿出来。很简单的啦。很简单。所以我这个是他的豹纹的衣服，原本是衣服，我把它弄成裙子。OK， 我先让你看看我的 mood board， 还有我的设计。OK， 也是豹纹。我选了几件白色的衣服啦，我也不懂要怎么去让它更有设计感，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跟你商量的。所以是分开的吗？分开。它衬衫变成裙啊？裙子，对，类似这样的长裙，因为他是喜欢就是耍一点小性感的啦，所以我觉得豹纹再加一点 slip 这里，我觉得会蛮好看的。因为它这个裙子比较小，所以如果你要什么比较大的动作这些哦，对，它没有布料。OK， 不够布料。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一直在担心的东西。对 ，OK， 你们慢慢讨论哈。好的。我看另外一边进行的怎么样啊 ？OK， 加油哈！加油 ，Good luck。呀，定手。我来了。Hello， 哇，这个很漂亮。你是用哪些衣服 ？OK， 我就是想要用这个豹纹，因为我们的米娅很喜欢豹纹。OK， 然后这个就当裤子的一部分，这个。可是我不知道布料够吗？一看布料就是不够，因为2件都是直身的，都是挺瘦小的，有点高难度。一做裤子的时候，我需要4片，所以现在我最多只是拿这一半，从这端到这端本身，我拿这端来车，我已经只有1个副。这样大片啊？对，因为你需要那个裤浪啊，裤浪就是走圆形的啊。哦，上面啊。为什么布会不够？我还记得昨天跟总江说，你要小心，就是你的布料可能会不够，会有这个问题。你是做长裙吗？我应该会做like until knee length。哇，好长哦。This long 啊？不够布料啊？还是不够啊？因为它不是一块布，它不是一块完整的布。但是没有想到，原来我也会有这个问题。我改裙呢？改裙一定是可以。
因为改裙我们不需要这浪啊，我们就是中间不用加布，对，中间不用加布。可是那个设计就有点认命啦，不能做啦，所以要改设计图。我做一个 sexy pencil skirt 的话你这边是一片这个 color， 这边是豹纹，但这边就是开那个 tie slit 高高的，一样 sexy 啊。做裙子，然后我要再重新设计，重新想要怎么摆那个 pattern， 挺头痛的。改设计啦，所以我现在想到的方式就是这个稍微弄短一点，然后上衣我们就把它弄成比较一个无袖的一个头感 dress 样子，然后就是把豹纹的那些布料就加元素在它的上衣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想那个 idea 要怎么去弄。所以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需要买什么东西？只需要买线，这个颜色的线。除了线呢，还有其他？还有拉链，米黄色的隐形拉链，然后要多长？大概你找看有没有14寸的。这样子。是你这个衣服上面要窄的吗？要稍微窄的，这样子。比较窄的，对，比较窄也要拉链。也是要拉链。啊，16寸。16寸，哎，反而上面的比较长哦。你觉得我需要什么特别的？尽量运用从这边运用 ，OK。通常我们做裙子一定是要那个隐形拉链，不过我这里有2条隐形拉链，所以材料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买。担心布料剩余的话，如果我在做衣服，你是能够就是想到一些 idea， 说做一个 bag， 就只是需要简单的买一个 magnetic clip， 就你做一个很简单的那种 bag， 因为你放 handphone pouch 啊或什么那种东西。还有那个线是吗？很简单的用法。做买米色来。OK， 2位设计师，如果你们跟这个裁缝师商量好的话呢，就抓紧时间，赶快出去买你们所需要的配件。你们将会有20元的预算，让我们去购买需要的一些配件啊，或者是材料。但是你们的花费会直接影响你们的成绩，也就是说，花费少的那位将会占优势。所以除了省布，记得也要省钱。OK， 好，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出发啦。我们先走啦。拜拜拜拜。哎，先走了，拜拜。祝你们好运哈！你要走了嘞，怎么这样？拿过来。好的。哇，这是我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因为我没有来过这种地方来买布料啊，还是这种 accessories 的。对我来讲也是挺久了，很久没来到这种地方，回来就有点熟悉感。对，看到那些配件的时候，我还蛮兴奋的，因为你回到了大学的时候，哇，那时候就到处逛啊，买布料啊、材料啊，挺好玩的。OK， 我们先去找那个米色的线吧。米色的线，你有那个 sample？ No， 你没有 sample？ 他刚才跟我说他会 pass 给我，但忘记跟了拿。米色的线。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一小块东西。让我们去找那个找那个线。哦，我跟你说，我看到楚涵在旁边，他开始拿一块小布，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忘了跟彩丽姐拿一块小布去做那个颜色的比较嘛。我印象中很像是类似这个颜色，有点危险哦，要买回去一直不一样怎么办？呀，好了，我就选这个了，因为是楚涵觉得这个颜色最接近的。我是靠这张照片来看的，所以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你不要怪我哈。可以，我去找我的拉链。好，我去找我的 metallic clips。OK， 我们分开找。加油，拜拜。哇，真的很多东西耶，也太多东西了吧！我现在要买的是这个 metallic clips， 应该是在这边的。哦，就是这个，应该买银色还是金色吧？好，那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这个6毛，这个5毛，花费1块1。啊 ，zipper 拉链，这个应该是米色的拉链。这个是隐形的拉链吗？这个是普通的。普通的拉链，什么是隐形的拉链啊？隐形的拉链是这样的，它出去只是一个头罢了。比这个更浅一些。这个。我就拿这个，然后白色我需要16寸，所以这个是这个是16。好的，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是隐形。哦，这个跟这个分别？2块3毛半。2块3毛半可以做出两件衣服，我觉得不错。我回来了。耶！哇，原来买东西这么难的啊？对吗？可以1块钱1块1，1块1，我今天只花了1块1哟。
是不是很厉害？对对对，省了。OK， 那个钱就省了。我们现在看怎样省布。OK， 袖子，留右边，左边，剪掉右边，剪掉这边，剪掉左边。对 ，OK。哎，所以现在裙子是怎么样的？裙子呀，这样子。好酷。开叉要开在哪里？开这里了。开这里了。会比较多数的会在右边。右边了，这样子。右边呢？我们看右边呢？右边，对不对？好，看右边。OK， 刚刚我已经看了它的尺寸，说跟着它尺寸，你去做那上身，armhole 也画了。现在那都已经在那了，我只是要开始剪你所谓的前面的那裙子，给你看一下感觉。这个是那个halter neck啊。如果我剪成一片，then we combine 一起，就是说它把它变成一条一条，然后它可以随意，可能它的摆它这条放在旁边，对，还是要放在中间都可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看它有多夸。太刺激了，你们的好想法跟创意。好，你们继续加油啊 ！OK， 过去击破一下。等我就变成这边，人可能有点 yellow， 对，没有这么单，就不要掉泡。我不要它就是，at least 我一点 patchwork， 就跟 Josephine 聊了。就想到，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做一个 patchwork 的感觉，然后就把那个黄色的边边放在裙子旁边。现在要把它拆掉，你今天会拆哦？尽量。这个会，这个会啊。对的，就是交给你了啊。可以。把这个袖子拿掉。那个豹纹的剩那些对吧？已经剩下这样了。我就想一想，我们尽量不要浪费那些布。其实今天你从你原本的设计改到现在是另外一个设计，你会有挣扎吗？里面很挣扎，因为原本想到的就是那个长裙吧，这个布料可能不够，就要稍微短一点。但是它短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个 proportion 就会比较不一样。然后上衣是我最挣扎的啦，因为从我要做的那个 cape 布料不够柔吗？这个还 OK， 因为我用了后变成我会浪费很多。对，所以最后我是觉得。这个是从那个衣服堆里面拿出来，我就觉得可以把它重新组织。我现在可以先剪我的 base of 这个 skirt， 因为我在想说，我可以把这条线分一半。我剪了就没得救了 ，confirm 要剪掉。来吧 ，confirm 吗？但是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一剪了就没有得回头了。剪了就没得回头了。我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加速，然后我的手开始在抖，因为一剪坏了就剪坏了，没有得回头，应该是可以的。OK， 我给你5分钟，你坐在一边想一想，我做别的东西。耶，搞定。所以这个是我们上衣，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会不会很像很单调？我们改这样子的，改这边对吧？对，上面你要改。我们还要加一点元素在里面的，因为现在这样子会不会太 plain 了？我刚才有在想了，是把这个对吗？加在里面，因为我们男生有时候我们穿衬衫啊，我们会这样折。那里面会有一些 details，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可以。跟Sally姐在聊的时候，我发现豹纹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去设计。但我又回想，设计无论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要贴切，要接近我们的那个主角的内心。OK。我心跳很快耶。这2个你想一下怎样去拼啊？然后这个就是留给你做 back， 这是给我做 back 的。对。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穿的衣服啊，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旧衣新穿的话，也算是为我们的环保尽一份力。那每一集的依依不舍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致力于环保的品牌，看他们是如何为地球尽一份力的。现在就去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用布做的卫生棉呢。你看，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绘纹。你看这里，不同尺码都有，而且不同颜色。Stephanie， 你好，这个是这样子用的对吗？这个是夹在裤子，对不对？对，然后就这样用，固定住，然后就可以使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因为呢，我们使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卫生棉，它在环境上面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而且我们女生其实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好几十年都要使用这个东西，这样累积起来，其实那个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想到要用
布来做，对，而且就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为什么你们的店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在新加坡消费者方面，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想要更绿能、更环保、更对于 sustainability， 就是说永续的这个概念有这个需求。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店面里面都是有不同的品牌。对，像这个它就是用轮胎的内胎在循环，然后制作成的各式各样的饰品。有哎，我闻得到哎，是轮胎的味道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呢？为什么会想到用轮胎？其实轮胎内胎就是一个废弃物，那我们用这个方法给这个废弃的东西再一个新的生命，赋予它新的用途跟新的价值。这个创意我很喜欢呢。不过不止哦，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好。哇，哎，这个感觉挺好的，又很舒服哎，里面这个都是用废弃的轮胎做成的。所以不但只是好看，还很环保，再给他们一次生命，然后延长他们的使用年限，那增加他们的价值，然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哇 ，Stephanie， 这个包装厉害哎，这样子一包可以大概2瓶的葡萄酒哎。对啊，这个一来你看到它容量很大，对不对？二来它这样的包装呢，可以减少它氧化的过程，所以它就可以撑比较久。如果你喝不完，它可以几个礼拜之内喝完都可以，那就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浪费。对，其实我们在食衣住行方面，只要平时要多注意啦，还有消费习惯，如果可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些帮助。我在想，如果我们的衣服这里因为是头嘎对吗？如果比如说是这样子，我做一个波浪的东西，就是它的领的部分这里加一点波浪。那我剪出来看。OK。所以它剪出来是这样。哦，原来挺多的哈。这样。OK 嘞，我觉得比较好看嘞。我先做一个 envelope bag， 那也适合婚礼。所以，而且可以用更多的布料。那我们现在用这个 heat transfer machine， 对，这 transfer machine 用来做什么？就是说，通常我们要把一样东西连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夏天。那这个步骤呢，主要就是让我的包包可以更挺一些，因为这个布料太软了，所以放了这个会有帮助。它这片超烧的，在烘面包，所以要整个压下去，压下去，对。它就已经成功粘起来了，扎实，非常扎实。你看，我们要拉都拉不出，没有地方去拉哈。所以你看这样子拿起来呢，那个包包更挺。Oh my god！ 我现在 stuck 在，因为我剩这些东西，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些布料放在那个上衣上吧，我怕我加了后感觉很嘎顿呢，真的很嘎顿。你看，胶带。一个领带，多做包包哎。不要等我这个裙子做好了，你看上衣还没想好。哦，肯定。大家看到了。目前呢，这个衣服大改造的整个制作过程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呢，我们的节目组当然不会让他们进行的如此顺利的嘛，对不对？哇，原来你是有心机的，你要我来搞破坏？当然不是啦，我先来欢迎你，欢迎 Kit，Hello， 我们的资深造型师哦，他也是我们的评审之一。那我们每一集呢，将会邀请其中一位评审先过来看一看艺人设计师的作品，然后指点一下，有点小爽因为平时就是我们帮他们做设计帮他们做造型嘛。现在到艺人要来做设计跟造型，让他了解我们的痛苦。是，今天他们还是会让你们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设计。什么是这？看一下就知道了。OK。同学们，欢迎我们的评审之一。嗨。今天我们的2位艺人
设计师是炯江还有楚凡。先看看炯江的作品。我想先看看炯江的脸。累对不对？对哦，他看起来很像哦，心事重重哎。你这么厉害，应该 OK。我发现穿衣服很容易，设计衣服很难哎。一看到炯江的设计呢，因为原本它这个东西是长袖的啊，然后我们把一个袖子拿掉，我们要做一个头嘎，然后我把这里放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很像很 heavy， 很像很多东西。可能这个可以也不要啊，对吗？就直接是一个斜肩，然后就是留着这个设计。这上面呢，它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帮到你的这个豹纹的裙子加分。这样子，对。你在这个裙子上面不会再做什么文章了，完全不会。不会。豹纹的裙子，其实我刚才又再看了1次，看了3次，看了4次，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把它原本的设计切半，从一个连身裙变成条短裙。我觉得没有什么设计可言啦。这个上衣上有一点这个豹纹的东西哈，可以加在这个的里面多一层。一圈在这边一圈这样子，所以如果手拿上来的时候就会看得到。我其实蛮喜欢建议说把那个豹纹多余的布把它缝在那个衣服的那个袖子里。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把这个布浪费掉的话，放在这里好像是最合理的。对，这个主意不错，比较特别，跟它的裙很靠近啊。对。然后你看到这个，你会发现，哎，不要告诉我它整件都是，但其实不是，就那一段而已。希望也帮到你们，谢谢。 OK， 加油，谢谢。这是我大概的mood board的概念。OK， 我原本的 idea 是想要做一个裤子。OK， 只是说他给了2件裙子，都是2件 shift dress 来的。OK， 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范围就是这么 control， 所以要做够不了啦。是，所以我就最后1分钟改了 design 去裙子。很可惜，我跟你说 ，Denise 的设计图我觉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特别，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目前为止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设计，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会看了这个之后，我看了这个就对，我是喜欢这个，我一看完就问，我很伤心。Keith， 我已经 move on 了，你为什么又要提起我的伤心事？不要再提我的设计图了。这个可能他的那个步骤有点错了，尤其是要改造的设计师，你要先看你的原生的布料啊，才来想你的设计，而不是先想了设计才去改，就这样有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非常的可惜。上面惊喜就是 OK， 前面是包的，后面是后面是露背，是露背，可是还没有做出来，是肚兜这样啊，肚兜啊，对。如果你刚才的想法是说你把这个豹纹多余的放在下面，我觉得它不好看。裙子不行，对，裤子如果它可能在其中一个 pen 呢，还有可能类似这样子比较好看，比较特别。不会这样哦。可是还没有比这个好看。对。然后这边呢？这边我们会做那个 high neck， 就是好像那个，对，我觉得比较好看。比较，就是它有把那个元素带到上衣。看起来是统一的啦，对，是看起来是统一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好，那个我们的造型师可以给的意见就这样了。好，决定就在自己。All right， 来，好，谢谢，加油，拜拜。今天 Keith 特别帅。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我听了后，我是觉得我比较放心，然后也可以跟Sally姐就是认定我们要走的那个方向去完成这个设计。我对我的设计呢，蛮有信心的。虽然我们改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加分。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我到底做得完吗？因为明天就要走秀啦。最后10秒，9、8、7，加油！6，好了，这个我们就收起来。4、3、2、1，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来。你知道吗？经过
过昨天呢10个小时的努力之后呢，我们终于有成果了哦。所以你有什么期待吗？就希望很不一样，不要太像我。啊，会不会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你是吗？对啊，就想要有不一样另一面。OK， 很好，我们马上去验证一下我们2位艺人设计师的成品。好的。走。很客气的反应吗？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组合哦，想不到对吗？不错，我很喜欢很 wild 的，有 hit 到我。OK， 好 hit 到我。所以 Mia， 你打算先试穿哪一套？OK， 我想要先试穿。好啦，那我就为2位评审介绍一下我们依依不舍的评分标准。30%呢，就是看他们的设计，材料的充分利用也是占30%。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主角 Mia， 她的个人评价也占了30%。最后的10%呢，就是艺人的制装花费。好，如果2位清楚的话，我们就有请今天的我们的2位艺人设计师，有请阿陈炯江、陈楚涵。OK， 首先为我们展示作品的是楚涵。评审们好，我就知道，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组合哦，想不到对吗？不错，我很喜欢很 wild 的。刚刚米娅第一眼看到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是亮的，所以就感觉到她肯定会选我的先。当我们去米娅的家的时候，我看到她的选择其实有蛮多豹纹的，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 before 的照片呢，是2件裙子。那我觉得这2件裙子呢，其实搭在一起的颜色蛮好看的。所以那我不多说了，我要请我们的女主角米娅来给我们展现一下。Hello， 哦，辣妹，哇！那我就从那个豹纹裙子呢，把它改成一个 halter neck， 然后后面是露背的哦，性感。在它的衣领方面呢，我加了一些有颜色的元素，然后就可以搭配这个裙子。那裙子呢，它原本是一件长裙，然后我就把它拼成好像一个 pattern patch， 就给它比较特别一些。然后我做了一个 envelope bag， 然后有了这个豹纹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你穿这一套新设计的衣服，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吗？其实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啊。不需要。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自信。我们走着6亲不认的步伐。哇！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那个领子你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设计？把它弄成这个三角形，那它才可以 sit on it。OK。这一整套服装是蛮好看的，尤其是我很喜欢你领子的那个小细节，在这个布告栏上面，对吗？这些是所剩下的材料吗？其实我原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因为感觉上我做的时候好像用了蛮多的布，然后剩下的布呢，我还放在了这个 clutch bag 里面。可能在改造旧衣服的时候，你也是要顾虑到剩下的那个 wastage 有多少。是。你有了一套新衣，可是墙上的那一堆东西又好像可以制作另外一套衣服，觉得有一点可惜啊。所以米娅，那你自己对这个改造过的服饰，你有什么看法？还蛮 surprise 我的，因为本来的衣服是蛮正规正矩的，是我正装在使用的，不是可以这么假装年轻人这样。很年轻，本来就年轻。对，所以还蛮喜欢，而且他竟然还可以另外多做出一个包包，我都不好意思。对，想说真 sweet， 对，所以就有赚到的感觉。有啊，很像那个买口红送小样本。第一眼看到楚涵的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女人果然懂女人，我就觉得其实很我，就是很米娅这样子。好，现在我们有请炯江登场。
老师们，你们好。你好。那我今天我的那主题也是豹纹。我本身设计的方式跟穿着，我喜欢 less is more。我是希望可以用比较单色的那些服装呢，搭上比较 strong 的那个豹纹，所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的 conflict。所以今天我的 less is more 的造型，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T 台是你的。欢迎我光临。那这个豹纹的裙子原本它是一个连身裙，所以我就给它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作用，就把它弄成一个比较性感的裙子，然后这里开，然后还有一个秀它的美腿，方便奔跑。对，方便奔跑。我们就把它剪了后就发现剩蛮多的布，所以我们是把一些布放在这里，所以它有一个连贯的一个主题，那个豹纹的小性感可以带出它的那种内心的狂野。可以穿个身吗？可以，没问题。哇，很会摆 pose 啊！对，一起，1、2、3，走。我才有开了。我就可以问2位啦，对这个设计满意吗？就改过以后蛮合身，我觉得蛮舒适的，蛮好的。而且就是会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出来效果我还蛮喜欢的。对啊，我觉得满意了，很好。有达到我要的那个 less is more 的那个方向。有看得出，而且也是开的那个位置也很好，刚刚好。因为那个对比嘛，这边露他的那个手臂，然后这边就露他的腿。我觉得那个比例抓得不错，对，很好看的。我可以看一下那个袖子的细节吗？wave 是什么让你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让它比较含蓄一点，因为我们去比如说去喝喜酒啊，就拿个小杯这样的时候啊，就吃饭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小细节，对小细节，对。我觉得在袖子那个若隐若现的方面，可以稍微长一点。对，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看起来像是一个 fashion mistake 呀。所以米娅不会心疼吗？你这件订婚的时候穿的裙子，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半裙。因为其实我也很久没有穿，它如果不给它重新新的生命，我也只是舍不得放在那里。现在反而还可以拿来穿，而且它替我保留了口袋，太方便了，我要放东西。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件反而变成可以真的拿来常穿的裙子。对啊，是。好了，那谢谢我们的2位艺人设计师，谢谢，辛苦了。很难评哎，2个设计一起摆出去门市卖的话人家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我觉得我的胜算是50-50，因为评审怎么觉得我们的设计，还有再加上我们剩余的布料都有被考量在里头，所以我也不敢说。而且我很喜欢它在细节方面的那种巧思，我觉得很难得。其实我发现我跟楚环的设计的方向挺不一样的，所以真的要看评判最终喜欢怎么样的一个style。就是我应该会去海边的时候穿啊，因为就是它很凉快嘛，然后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上衣可以穿。是。OK， 我们再一次有请我们2位艺人设计师。好啦，2位的设计真的是很棒哦，只可以选出最佳的那一位。OK， 等一下米娅出现，她穿的是谁的设计，那谁就是今天的优胜者。准备好了吗？有请米娅。恭喜！所以胜出的是楚环哎，可不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他的这一套设计会获胜呢？我们2个是认为，因为楚环的概念，我们比较看得到它的设计。相比之下呢，左江的设计呢非常简单、简约、好看，但是呢就没有比楚环那么多的设计的元素，所以就是为什么会让楚环对两位都很优秀，只是说在这个比赛方面呢，楚环它充分的发挥了这个旧衣换新貌的概念。说得太好了。打分的过程来说呢，我想了很久，2个就僵持不下，不相上下，所以呢，我就最后决定给他们2个评分。再次恭喜楚环！所以我们优胜的楚环呢，可以获得Green Collective 的200元的礼券，恭喜恭喜！那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没有想到旧衣原来可以新穿呢？现在是不是蠢蠢欲动，想要把衣橱里面哪一个角落的衣服拿出来改造呢？那就马上动手吧，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我没想到我会赢嘞！我是有点小失望，但是我觉得是好的开始啦。所以希望这个节目呢，以后可以再请我回来，我一定会加油。